说实话，在2025年的这个节点，我已经很难想象耳机还能有多大的提升了。尤其是一些头戴式的大耳，你看果子，5年过去了，去年 AirPods Max 也只是更新了一下皮肤，换上了一个 C 口，其余呢啥都没变。好家伙，真就科技以换壳为本是吧？不过今天呢，有一个我期待了很久的耳机，时隔3年终于掏出了全新的一代，那它的改变值得3年的等待吗？这就是全新的索尼 WH-1000XM6，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夸夸的，改了一些蛮实用的东西。给大家看一下 XM6 这次的包包，它看起来呢比 XM5 的这个还是要小挺多的。然后呢，它旁边是这种磁吸的卡口，就直接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打开了。这边就是一个折叠放着的 XM6， 对，没错，折叠。XM5 老用户都知道这个升级的含金量，好吧？连带着折叠设计一起回来的就是耳机的旋转方向了，这样挂着耳机终于不会再和锁骨硬碰硬了。除此之外 ，XM6 的外观大多的延续了 XM5 的设计风格，头梁这里变宽了一点，前面这个缝合线也被擦掉了，哪边是前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外观上面区别不大，但是佩戴体验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XM6 相比起 XM5， 它的耳罩的支撑感会更加强一些，耳机的压力也会更大。好处呢就是戴得更紧了，能够提供更好的被动降噪。但坏处就是有些头型的小伙伴可能会有些夹头。不过前段时间我飞国外，从出家门到落地酒店，几乎全程戴着，猛戴了大半天。结果嘛，功能健全，并无大碍。当然啦，前面的这些都是小彩蛋。这一代 XM6 让我最惊喜的升级还得是降噪，主要是之前XM5 的降噪效果已经很让我满意了，居然还能更强。知道的小伙伴都知道，耳机的主动降噪其实就是在耳机内部发出一个反向的声波，来和外界传进来的声音互相抵消。那索尼它就直接力大专飞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压得更紧了之外，在这一次的 XM6 上面，他们把麦克风从上一代的8个加到了12个，麦克风多了，能捕捉到的噪音也就更多了。但问题又来了，捕捉到的噪音多了，但如果不能及时处理这些声音信息，导致一些延迟，那别说降噪了，说不定还会让声音更加吵，这个影响甚至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。这里是我找的一个噪音的录音，放在这上面用来代表我们听到的环境噪音，给大家听一下。我现在把它复制了一条声轨到底下来，反向一下。这一条音轨呢，就用来代表我们降噪耳机发出的反向声音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播放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哎，它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给它加一点点延迟。那我们再听听看。那如果我们再拖多一点，拖到这里的话呢，是不是有一种开了还不如不开呢？所以光有足够的麦克风其实还不太够，耳机还得能及时的发出和噪声相反的声音来消掉噪音。所以 XM6 上面也直接把降噪芯片从之前的 QN1 升级到了 QN3， 跳过了用在豆子5上面的 QN2。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，但 QN3 的算力比起 QN1 直接提升了7倍左右。为了测试这个耳机的降噪情况，我选了一个更加吵的地方，噔噔，直升机场。待会我们就要坐这个直升机上面去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降噪表现怎么样。哇，我在中间把这个 XM6 给换上了之后，发现它降噪效果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。直升飞机的降噪场景，大家可能不一定有感觉，毕竟谁没事儿也不会天天开直升飞机出门。但地铁、大马路还有深圳直升，隔着窗户我都受不了，更别说这样直接贴脸上了。开左边门，地铁内严禁。这一次为了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XM6 的降噪到底提升了多少，我还带着这3只耳机来到了实验室，测试了一下降噪曲线。这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头麦都快能买我2台速七 Max 了，真的是捣乱的。实测结果也确实符合听感。XM6 相比起 XM5 的降噪几乎是全频段的提升。
降噪表现这么好，声音就更不用说了。不过 XM5本身的声音就已经很好了，所以我觉得 XM6 这一次更像是做了一点点调音取向上面的选择，低频的部分更加饱满，也更加重，中频人声的部分就很通透，没有被其他的声音盖住。Known you 20 seconds or 20 years. There's a dazzling haze, a mysterious way about you, dear. Where you go?怎么样？你们更喜欢哪一个？音质见仁见智啊。不过这一次索尼为了调好 XM6 的声音，还特意拉上了好几位母带工程师一起。工程师的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但他们合作过的艺人蕾哈娜、凯利·克莱森、Lady Gaga 基本上算是人均格莱美了。这一次 App 上面还多了一个有意思的功能——电影模式。在这里看描述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，但实际就算是空间音频的一种。点开之后就会有一种声场更加广的感觉，还别说，确实有一点在电影院里面听的那种感觉。那这一次 XM6 除了声音和降噪上面的提升，索尼还优化了很多日常使用上面的体验。举个例子哦，之前索尼的 EQ 调音是5个频段加一个 Clear Bass， 但有多少小伙伴知道 Clear Bass 调的是啥？滑动一下，哦，原来这是让低音更加有氛围一点。那这一次在 XM6 上面去掉 Clear Bass， 换成了更好理解、更详细的10个频段，但有的时候选择多了，反而不知道该选什么了。所以其实我平时更喜欢用这个，找到您的均衡器。点进去就会有几个不同的选项，一个一个的按照自己的感觉来选，选完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最适合你的 EQ 设置。还有，你们看这里，一个全新的电源键。前几代的那个按键，按它就好像和插 USB 一样，永远找不到对的那个。现在好了，这回总不会弄混了吧？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们注意到，不管是豆子还是头戴，它左边呢都有一个小凸点，这样哪怕光线非常暗，也能分得清左右，把耳机正确的戴上。这种小细节还挺戳我的。还有，这一次 XM6 甚至能让你一边充电一边用，重度使用者狂笑啊！虽然这一次 XM6 打开降噪也有30小时左右的续航，但忘记充电还真就得这么救急一下。那么总结一下，更强的降噪，更多细节的优化，这就是索尼时隔3年后重新带来的新旗舰头戴耳机。而且除了声音和降噪上面的提升，索尼在很多使用体验上面的优化，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。也许在现在这种音质达到头的时代，优化体验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。更何况真无线头戴耳机这个领域 ，XM6 基本上就没什么对手了，除非你更喜欢这样的声音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蒂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